全球思想者的专业媒体，来自各大智库、顶级媒体，评论简报由6度团队整理而成。为石魔，我们不应该对焦虑如此焦虑。FT 评论版，相信焦虑本质上是消极的，正是摧毁我们的东西。研究焦虑的作家和临床心理学家 Tracy Dennis-Tiwari 说。邓尼斯·蒂瓦里认为，与其回避焦虑或将其视为完全消极，不如说焦虑是有时间限制的、情境性的，能够提供动力、警惕和专注。通过认识到并接受疑虑是生活的一部分，所谓的良好焦虑可以用来推动我们取得更大的成功，并追究那些试图破坏我们进步的人的责任。焦虑的成功者，把你最大的恐惧变成你的领导超能力的作者莫拉·阿伦斯·梅勒说。只有 16% 的人表示美国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国会山报观点，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只有 16%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74% 的受访者表示美国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这项调查是在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继续就6月1日截止日期之前达成最终债务上限协定进行谈判之际进行的，当时财政部表示可能发生违约。调查中 42% 的受访者表示，如果不提高债务上限，该国将遭受重大经济担忧。30% 的受访者表示这些说法被夸大了。28% 的受访者表示没有意见。特朗普抨击德桑蒂斯竞选活动，灾难，灾难。国会山报观点，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批评佛罗里达州州长和共和党2024年初选候选人罗恩·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 的竞选活动是一场灾难和灾难，因为技术问题困扰住该事件。据报道，由于 Twitter 空间的问题，一些使用者失去了声音或无法访问直播。德桑蒂斯提交了档，并在当天早些时候发布了一个竞选启动视频，然后与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 Twitter 空间上正式发布公告。在 Truth Social 上，特朗普将德桑蒂斯的发布与本周早些时候宣布竞选活动的共和党参议员蒂姆·斯科特的发布进行了比较，称赞斯科特的发布是最好的，尽管麦克风坏了。尽管他在早期民意调查中被认为是唯一一位在反对特朗普方面取得进展的共和党候选人，但根据民意调查平均值，德桑蒂斯现在落后了30多个百分点。进步人士对拜登表示不满，担心他会屈服于共和党。国会山报观点，据希尔报道，人们越来越担心美国总统拜登将在债务上限谈判中屈服于共和党的压力。短缺是由于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先前批准的联邦支出造成的，包括众议员伊尔汉·奥马律 Ilhan Omar 和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 Alexandria Ocasio-Cortez 在内的进步人士强烈批评共和党人在废除对超级富豪减税额或对社会安全网计划施加工作要求方面的坚定立场，称这将对普通美国人造成最大的伤害。最近，对共和党人不愿让步的担忧，以及对拜登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安抚他们的担忧一直很高。除了这些担忧之外，数十名左翼议员上周给拜登写了一封信，要求他援引第14修正案。该修正案将提高债务上限，无论国会如何，都要为那些依赖他们的人维持重要的计划。文章指出，随着谈判继续进行，进展甚微，对拜登的挫败感在幕后有所增加。中国疫情后的复苏和重新开放。外交关系委员会，中国疫情后的经济复苏低于最初的预测，4月份工业产出、零售销售和房地产投资的增长数据均低于预期，而青年失业率创下历史新高。尽管许多专家此前预计中国经济将超过美国，但一些人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见顶。与西方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给中国的重新开放蒙上阴影，包括怀疑外国咨询公司和互联网资讯办公室怀疑中国以安全为由禁止采购某些美光科技产品的举动。日常女权主义者，可持续社会影响的关键推动我们现在需要的运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全球妇女基金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拉塔尼亚·马普·弗雷特 Latonya Matt-Fred 出版了一本书，讨论了女权主义者和女权主义在推动发展、民主和其他社会问题变革中的作用。弗雷特将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高级研究员艾琳·墨菲 Erin Murphy 一起谈论这本书以及实施女权主义行动主义的最有效方法。讨论将强调需要更多的承认和保护基层女权主义行动主义，
尽管它在解决日益加剧的性别不平等和其他社会问题方面有效，但它一直被忽视。穆迪首席经济学家，如果美国债务违约，每个人都会受伤。国会山报观点。穆迪分析 Moody's Analytics 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 Mark Zandi 表示，如果美国违约，最早可能在6月1日耗尽资金，每个人都会受到伤害。他在接受 CNN 采访时警告说 ，401k 计划养老金资产的价值可能会下降，借款抵押贷款或购买汽车可能会变得更加困难。利率将上升，那些依赖政府支援的人可能会比平时晚收到付款，包括社会保障和军队。赞迪警告说，这将使该国陷入衰退，导致失业并扼杀加薪。这是 Netflix 的世界，竞争对手只是在其中流逝传输。路透观点。迪士尼、华纳兄弟发现和派拉蒙等传统娱乐巨头正在通过提供独特的竞争性节目来反击来自 Netflix 的竞争，以保持其市场份额。Netflix 多年来一直保持领先地位，这要归功于它是第一个进入市场的公司，并建立了忠实的使用者群。作为回应，迪士尼家、HBO Max 和派拉蒙正在进入流媒体市场，但事实证明很难获得市场份额。据好莱坞报道，Netflix 去年在节目上投资了170亿美元，每位订户72美元，而迪士尼去年的支出为300亿美元，每位订户130美元，支出是竞争对手的3倍。由于低成本节目地增加，它还有更多的节目要推出。截至2021年底， Netflix 拥有超过 2.34 亿订阅者，超过了竞争对手。调查，7%的独立人士担心拜登的心理健康情况。国会山报观点。根据 NPR PBS 新闻小时马里斯特上周的一项民意调查，美国近 70% 的独立选民以及 36% 的登记民主党选民将乔拜登总统的心理健康视为2024年大选前的一个问题。84% 的共和党人表示拜登的健康情况是一个问题。27% 的独立选民认为对总统心理健康的担忧是他的对手发起的竞选策略，特别是考虑到他的年龄。莫迪访问巴布亚纽几内亚，拜登跳过。外交政策。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Narendra Modi 在日本访问后访问了巴布亚纽几内亚，以扩大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莫迪与来自13个太平洋岛国的官员共同主持了一次峰会，并利用这个机会促进印度的清洁能源投资，同时展示了印度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并通过其“一带一路”倡议对抗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巴布亚纽几内亚总理詹姆斯·马拉佩 James Marape 支援印度的影响力，称莫迪为全球南方的领导人和拥护者，敦促他为巴布亚纽几内亚和其他岛国而战。美国总统乔·拜登原定出席此次活动，但在他缺席的情况下，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亲自出席了会议。谢谢收看评论简报，请通过6dobrief.com订阅。